司总，有事儿吗？单子上有4样东西不见了。家里还真进贼了。 这还少了一个拼色的羊皮小包，那可值不少钱。喂，问你个事儿。储物间有几个礼品，还有一个拼色的包，你是不是拿去送人了？喂，你在听吗？喂，你是谁呀？真的，我真觉得很好看。你是不是太露了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呢？喜欢啊，你送我的东西我都喜欢。真的？嗯，来，哎，啊？我们同事看见你了。啊？是吗？嗯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让你请客吃饭。小事一桩，随他们挑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天还是老样子，一会儿你开我车呢，到我酒店把我放下。等你下班以后呢，到酒店来接我。好，然后我再给你们俩送回来。行。别动。你说你今天穿上这身，然后再开上我的车去你们单位，你们老板得怎么想啊？他还能怎么想？他一定以为我是傍上大款了呗。你可别逗了，什么呀就傍上大款了？菲菲，走了。咦，你怎么又玩最后手机啊？不能玩最后手机啊，来，眼睛不好。干什么呢？快住手！你好，这个车是我的，我忘了带钥匙了。我给你看一下行驶本吧，好吧？那，哎，干嘛去？我给你拿身份证。来，真是你的车，我还以为有人抢劫呢。你一会儿到保安科做个情况说明。好，打扰你了。我真是服了，你说这会开的有什么意义？这都几点了？话说回来，你想想，哪次不是咱们小组业绩拿第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我在，你们还不放心吗？明天见啊！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
咱们家车好像让人给偷了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保安那儿调下监控。车没丢，我有急事需要行驶本去办手续，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一着急就把车窗给砸了，车已经让4S店的人给拖走了。哎呦，不是你砸什么车窗啊？你那不是有备用钥匙吗？备用钥匙上个礼拜就让你拿走了，换车玻璃很快的，明天下午就能修好。到时候我让人把车给你送酒店去。不是，那喂，老婆回来了。老婆，多谢。哎，Tony送给你的西湖龙井，特供的。最近我在吃中药，不能喝茶。吃什么中药？调理妇科的。哎，老婆，那个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今天呢，Tony说准备给我升一升，让我当销售副总监。恭喜啊！嗨，你现在说恭喜还有点太早了。话又说回来了哈，没有老婆的帮忙，我这怎么当啊？我这不也是想努力，给你争口气吗？那个最近所有酒店都在订夏季的会议用房，你们那儿的客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应该有吧。那你明天上班顺便帮我打个招呼呗。就我们酒店的情况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是吧？你放心，老婆。只要是你介绍来的客户，我们折扣一定是最低的。老婆，求求你帮帮忙，这是Tony的意思。我累了。哎，老婆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炖了西洋参乌鸡汤，晚饭我不吃了。120吗？是的，女士，你好，请讲。这里是静安华庭，2栋4901。女士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请说一下。高烧39度2，心跳过快，头昏眼花，浑身无力。女士，请问您多大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年龄啊？我们做个记录，好安排救护车出车。我要是不告诉你年龄，你还不救我了？你一个人啊？对啊，都病成这样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不就是发个烧嘛，多大点事儿，能扛就扛呗。女强人再强，那也是女人。哎，你能对自己好一点吗？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想离婚。离婚？为什么呀？崔英俊出轨。这个女人叫王思琪，是早教中心的老师。想好了吗？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，烧到39度2，反正想什么都挺糊涂的。
唯独离婚这件事情，特别清楚。你想怎么做呢？我要崔英俊净身出户。行，既然想好了，我也不劝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权利。首先，你要好好的清点一下你的财产，婚前的、婚后的、一个人名下的、夫妻共有的，包括所有的房产、期权、股权、债券、股票、证券投资这些财产的来龙去脉，你都要弄清楚。好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崔英俊有可能向你要抚养费。抚养费，谁养谁呀？他要有脸要。谁让你的资产跟收入都高他那么多呢？你看着吧，在未来，离婚案女人倒找给男人抚养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，可眼下，崔英俊必须净身出户，1毛钱都别想带走。从个人情感上，我还真不希望崔英俊能占你的便宜。但作为律师，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，这净身出户的官司真是不太好打。不好打也得打，崔英俊必须受到惩罚。你手上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这些还不够吗？这远远不够。就凭这几张照片，崔英俊会做出其他解释。你又没有第三方证人，也没有音频视频，法庭采信的可能性会非常低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些渣男们反而还逍遥自在了。其实，法律上判定过错方有2个标准：一，婚内重婚，他没这个胆。那就是2了，有证据证明过错方与第三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。我说的你能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找你，我不认识你啊。崔英俊是我丈夫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需要换鞋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这个包，你很喜欢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吗？别看上面贴着国际大牌的标，事实上是个 A 货，挺 low 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是，这个包是崔英俊送我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你的，你没必要说话这么讽刺吧？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？凭着几分姿色，就想不劳而获了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来上海多久了？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有家有丈夫的。孩子是谁的呀？我已经离婚3年了。离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。你是个女人，你自己经历过的悲伤和痛苦，一定让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经历一遍吗？你知不知道破坏别人的婚姻是可耻的？你可以讲话不要这么恶毒吗？我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初是崔英俊给我看了你们俩的离婚证，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的。那你想说明什么呢？
你不相信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咱们当面对证。你不用给他打，崔英俊很快就会和你说明这一切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把手机收起来！这是我的家，请你赶快离开。你的家？这房子是崔英俊给你租的吧？你不用否认，我看过账单了。不然你认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到现在为止，我和他还是合法的夫妻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有一半是属于我的。对不起，在我的家里，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如果我不愿意，我就不走。你。老婆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请你原谅我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中年危机，我现在就是中年危机。在酒店，我得看着别人的脸色混日子，还要靠着自己老婆帮忙，我才能混下去。我心里什么滋味？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抑郁啊！我真抑郁！我跟你说，人抑郁起来以后，他就想自杀，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对，你就当我行为失常好不好？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你们女人不都是有更年期吗？当我是男人更年期提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旅游，我们还去马尔代夫。对，去过了。我们去埃及，我带你去看金字塔，让法老跟木乃伊见证我们之间的爱情。老婆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你这一声不吭的，我这心里没底啊！你骂骂我，要不你打我？你说完了吗？来打吧。我们分居吧。分居？你是想跟我离婚吧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离婚了吗？连离婚证都做好了。是不是那个女人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婆，她跟你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信。这个女人的心机她太深了。她刚开始，她只是说想跟我做好朋友，我觉得做好朋友无所谓啊，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她就变味儿了，她逼我离婚，她吃安眠药，她要跳楼。我真的是实在没办法，我看她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，她太可怜了。我就是一时良心发现，我才做了个假证给他看一看。你良心发现？我发誓，我崔英俊从来都没有想跟你离婚过。我骗你的话，我出门的时候撞死。你想不想跟我离婚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想跟你离婚。崔英俊，你搬出去吧。我搬出去？对，你搬出去。我们都冷静冷静。这是哪儿啊？你看这夕阳，这是陆家嘴啊！我搬出去？我凭什么搬出去？我为什么搬出去啊？我在陆家嘴。我在这儿我已经睡习惯了，我搬到别的地方我睡不着觉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四明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小三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你也很大部分责任，你知道吗？
你看看人家老婆是怎么做的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是怎么伺候你的？做饭洗衣服我就不要求你了，你连个笑脸都不给我，一提这脸我就更上火。你自己好好照照镜子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看你的脸我就不行，我浑身都不行，我哪儿都不行。你记不记得去年你说要孩子，为什么没要上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张脸，我被你这张脸吓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该，我的，你就一个人待在陆家嘴。欢迎入住安豪国际。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情况？你住酒店了？我搬出来了，为什么呀？没忍住，跟他吵了一架。这些都是崔英俊出轨的最新证据，我1分钟都不能等了。你拿着他们，赶快帮我把婚给离了吧。行，我去办。你还好吧？少喝点酒。堂姐，您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最近酒店里有点关于你的传闻啊！啊？什么传闻啊？按理说这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该问，我也管不着。只不过你家那位太后娘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把大客户惹毛了，就不是你的私事了，这我就得管了。哥，你别总上纲上线的。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们就是小两口闹点小矛盾。小矛盾啊？小矛盾 ，Stella 能搬出去住。现在到处都在传你跟 Stella 分居了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要搬也应该是你搬出去啊，或者让 Stella 搬到咱们酒店来住。他这一搬好嘛，搬到安豪国际去了。安豪国际是咱们头号竞争对手。这是个多么糟糕的信号啊！不是，哥，没这么严重吧？夫妻之间吵架拌嘴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们俩在家是夫妻，出了门那就是客户关系，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，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。客户就是上帝 ，Stella 就是你的上帝。你敢跟上帝吵架，你吃苦撑的。哥，我错了。我跟你说。今年的 KPI 摆在那里，咱们酒店1/3的会议活动都是靠着 DL 的，你说你该怎么做？哥，我现在就把他接回家。对，要快，要赶在别的酒店去 DL 跟我们抢单子之前，去把你亲爱的老婆大人接回来啊！好好赔个不是，买点礼物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嘛。以后要是再想跟你亲爱的老婆大人吵架，你就好好想想。你现在吃着人家的，喝着人家的，用着人家的，你所有的业绩都是靠着人家，就吵不起来了。关你什么事？
艾米，Stella怎么说？他让你把他先打发走。还是你去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方面我哪有经验？崔先生好。可以进去了是吧？哦，不是 ，Stella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你没跟他说是我来了吗？说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就说，请您先回去吧。不可能！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随便闯进去，我们这是有规定的。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定。哎，崔先生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一切都准备好。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。崔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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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黄玫瑰。对不起，斯黛拉，不是我们让他进来的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你们两位的任务完成了。哎，非常谢谢，小姑娘有前途，小姑娘也不错，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啊，谢谢。哎。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想到，随便你。我们俩现在已经不联系了，真的。手机、微信我全都删了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没在一起。那个什么，老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住宾馆了，宾馆多贵呀。再说了，哪有咱家舒服啊？老婆，你放心，照顾好你，伺候好你，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。我们回家吧。好不好？你起来，你先回去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我哪敢起来啊？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天天七上八下的，真的，老婆，你原谅我。喂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请再等我10分钟，拜拜。谢谢老婆，10分钟的时间够了。这是我准备的悔过书，那个，你好，我给你读，你听着啊。悔过书，致亲爱的思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2555个日夜。我们在一起整整7年了，都说是7年之痒，而你却从来没有刺挠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不是每一次对不起都可以换来一句没关系，我也知道我的这句我错了，其实只能换回我自己的心安。够了，爱你的俊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我说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老婆，你跟我玩真的是吧？假如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请联系我的律师和红卫。听说Stella离家出走，在安豪国际住了好几天了。他们真的要离婚啊？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啊？一定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那种错。崔英俊可真有一套，说跪下就跪下，
我都能想象他当初是怎么拿下 Stella 的。能屈能伸，这种男人最可怕了。你看他现在多省心啊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酒店业务都给他了。差不多得了。像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公司领导，这样好吗？有句老话，你们给我记住啊，没你的事儿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选错了人啊，哪怕是像 Stella 这样的御姐，也是这样的下场。睁大眼睛找哦。我还会再来的。都报表做了没？你们给我作证！如果 Stella 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 DR 公司跪穿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说到做到。戏也看完了，干活去吧。我头有点晕。谁让你喝那么多的？这个茶真好喝。美女，我能抱着你跳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抱你一下。Stella， 我能亲你吗？阴天的车窗外，风景倒退成海，路边那株花开，纯白不在，数着心跳节拍，怕被回忆掩埋，这浅薄的未来我不敢拆，轻轻地放开最后的青睐，曾经笑的姿态回不来，爱像透明的存在，覆盖像空气无处不在，躲不开，谁不该眼泪流下来，不知在下一秒对白，也许 Stella， 我能亲你吗？
你别再发呆，别等待，别回来。就凭这些，就想让我净身出户？谈不上净身出户，我查过了，你账户上不还是有70万存款的吗？这个规定，把我当3岁小孩了吧？我跟司明镜结婚这么多年，房子2套，存款800万，还有那些有价证券，全都在他名下。根据婚姻法，这里有一半是我的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。你干过什么，你自己很清楚。Stella 只不过是在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已。再说了，那2套房产和800万存款，都是 Stella 自己挣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今天可能白来了，咱们俩谈不拢。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慎重考虑一下。最近我听说你在酒店的处境不是很好，一旦离婚进入诉讼程序的话，法院可能会派一些人到你的酒店里做一些取证调查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恐怕你的处境会更糟糕。哎，我说这些，你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吓我？你去告，谁不告谁就是王八蛋。我告诉你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上法庭是吧？我不怕丢人，怕丢人的是他司明镜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不过 Stella 最多也就是个丢人而已，她丢不了工作。但你会。你不用在这跟我道貌岸然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对我老婆打的是什么心思。哎，你不用不承认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俩离婚的话，你们就能在一起了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戏。哎呀，人家现在有人了，小鲜肉，你看看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。我是在外面找女人了，那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吗？男人嘛，你懂。哎呀，这以前呢，我一直以为他司明镜是什么圣母玛利亚，巧了，哎，这么劲爆的场面就让我拍下来了。女人不要起脸来是真可怕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都怀疑他当初选择跟我结婚，就是因为他跟江远鹏不清不白，没办法了，纸包不住火了，才拿我顶的缸。再加上还有你，对他一直贼心不死的，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小鲜肉。你不要信口雌黄，说的话要负法律责任。我负责任？你把我说的话全录进去。还有啊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视频传给你，你回去告诉那个娘们儿，她也要负法律责任。我发了啊，原图。我希望你能给我合理的解释，你跟这个人到底什么关系？崔英俊竟然跟踪我，卑鄙 ！Stella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何况我是你的律师，我
我需要你跟我坦白，你跟这个人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要真相。这是一个误会。误会？这么亲热吗？宏伟，这是个角度问题。叶东烈为了感谢我对他的帮助，我们去了酒吧喝了酒。他喝多了，他想要亲我，可是被我一把推开了。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这就是真相。OK， 我相信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像我们过去那么单纯。他们当中有一大群人，因为生活不易又不想去打拼，所以他们一旦发现了有不劳而获的可能，就会千方百计地把他抓住。叶东烈不是那种人。那他是哪种人？你告诉我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宏伟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Stella， 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简单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在你公司楼下，请你下来一趟。 Stella， 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收到 OR 公司的 offer 了，你猜他们一年给我多少钱？26万，26万啊！其他接到 offer 的同学一年最多才12万，我26万。 我知道这个好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过来找你了。恭喜啊！当然，没有你，我拿不到这么好的 offer。谢谢你。不用。好了，我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你赶快走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哎，你还在生我气啊？以后没什么事情，不要到公司来找我。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？不可以。你能不能？不能。我真的就是想感谢一下你。 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请你吃个饭。从小我爸就告诉我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你应该赶快去医院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爸爸。快去吧，再见。见客户1分钟都不迟到。你约的我。 我是你亲老公，这一迟到就是半个小时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约那个小奶狗的时候，你会迟到吗？我想肯定不会。你不仅得早到，而且还得车接车送，着急呀。你想要什么？单刀直入。哎，来，过来坐。好久都没回家了，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，喝咖啡啊。 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2个字：公平。你呢，赚得多，车子归你，房子归我。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 陆家嘴这边呢，我已经住习惯了，别的地方呢，我睡不着觉。存款呢，咱们俩1人1半，然后每个月呢，你再给我5000块钱，就够了。啊，还有，你那个DR公司的股份呢，也得有我一份，千万别忘了。你真的是疯了，竟然好意思说公平？这房子从买到装修，你1分钱都没有出过。 房产证上也没有你的名字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房子？哎呀，有没有我的名字，我好不好意思，都得有我一份。你不是有律师吗？你懂法呀，这是国家的规定。国家保护我们弱势群体。 是你出轨崔英俊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弱势群体？我告诉你，房子的事情你想都别想，车子可以给你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过的，
我是不会要的。至于股份、存款，你1分钱主意都别想打。那每个月5000块钱，你要点脸吧。如果你想继续在酒店销售圈混下去的话，我劝你收敛点。哎呀，威胁我，想断我饭碗？不好说，走着瞧呗。万一哪一天你真的被辞退了，以你的条件和能力，勉强混个保安、糊口什么的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想动不动送人几万块钱的包，我看估计就难了。是，可以选择当个保安。我送人家几万块钱的包，你送什么？几十万的表，4名去。你心也太狠了吧！那小奶狗大学可还没毕业呢，比你公司里面那些实习生年纪还小吗？你怎么下去口呢？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坑害人家青少年吧？你的父老，你的正事啊，你脸上这些皱纹，你给我滚远点儿！行行，那小奶狗就离你这么近啊？就这么近？你脸上这些皱纹，大哥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心里不出这话吗？大事情马上来，我再进一笔，家暴。崔云俊，法庭上见。第一资本已经决定投资 DL 了，他们开出的条件你想都不敢想，就是在正奇的案子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打败 CEA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处境了吧？第一资本是魏哲带进来的，也就意味着在 IPO 的过程当中，我不可能成为主角了。但我也不想在 DL 的上市过程当中，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。Vincent 我也熟，这样啊，我重新准备一些材料，我去找他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跟崔云俊的事情，得赶快帮我了结了。DL 要 IPO 这件事情很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我就真可能在这场大戏当中成为一个反1号，那就成笑话了。你和崔英俊的事儿，能不能尽快处理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好你和叶东烈的关系。我能告诉你，我特别讨厌别人把我跟叶东烈扯在一起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跟他没关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 Stella 是清白的。OK， 那我再约他谈一次。研发团队那边的人都很看好你。谢谢丁总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有个事儿我问你啊，你跟 Stella 最近是不是在谈恋爱啊？别慌别慌，网上的照片我都看了，拍得还不错。其实啊，我挺看好你们俩的，真的。我老婆就比我大9岁。一句话，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反正我觉得我2只脚挺舒服的。你啊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哎，她那个老公啊，真不是个东西，要我也跟他离了。好好干啊！
这小伙不错呀。这小伙子就是前段时间被撞了，外面有个儿子。这俩相差多少岁啊？10岁吧，这么年轻，够狗的呀！早就知道他是白莲花，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，其实背地里不知道有多风骚。哎，楼主说话要负责任啊，造谣死全家。谁造谣？我是她老公，我们结婚那么多年，我能不知道她什么底线？以前我只是不说罢了。已经看过了吧？当然，放到这个圈子里，你已经是公关界的话题了。所以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怎么会闹到这一步啊？何律师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官司吗？是在走法律途径，可诉讼需要过程。我也没有想到崔英举会这么无耻，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公关的人，轮到给自己公关了，而且还这么的束手无策。狼狈不堪。先别着急，那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？查清楚来龙去脉，消除影响，给舆论降温，还你清白。是，我可不想成为上海公关界的笑话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想聘请你做我个人的公关顾问，当然，相关费用会支付给你的。我可不便宜啊。喂 ，Stella， 那个大学生叶东烈来了，说死活都要见你。他人现在在前台等着呢，怎么办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要马上上岗了。艾米，叶东烈。叶东烈，叶先生，来找斯黛拉。斯黛拉现在真的不方便见你，她委托我跟你聊一聊，咱们得换个地方，走吧。电话。没想到，原来我给 Stella 带来这么多麻烦。其实我来公司，我就是想跟她道个歉。酒吧的照片传遍了整个公关圈，现在人人都认识你，你就这么往我们公司门口一待，你确定你是来跟她道歉，不是来给她找麻烦的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但我忍不住。你想帮斯黛拉吗？想啊。听说你是电脑高手。还行，把电脑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打开。帮我查查。我以 DL 传播为关键词搜索，搜出来的是这个。斯特拉保鲜小鲜肉，在7天之前，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为0，也就是说根本没人搜这些东西。但是这几天，有人故意在大量搜索这些词，搜索量全部来自上海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却来自河南。说清楚点，这些 IP 地址都是假的。有人故意想这么做，想掩盖自己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有人一时泄愤，而是一个有计划、有预谋的行为。可能吧。
那你能帮我查到真实的 IP 地址吗？我试试。你看，我查了10个评论留言最多人的 IP 地址，以及手机登录人的设备编号，其中有4个 IP 地址都是同一个地方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4号，有点意思。没你的事了，把咖啡喝了，赶紧回学校。魏先生，我还是想见一下 Stella。别犯轴啊！我就是想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真的喜欢 Stella 吗？我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想对他好。那你知道 Stella 需要什么吗？我跟 Stella 确实有很大差距。我很穷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有朝一日。别说有朝一日，有朝一日是我听过最愚蠢的空头支票。你骗20岁小姑娘还行，对 Stella 来说没有用。我没骗她，我对她是真心的。那就不要说有朝一日 ，Stella 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成功，更不在乎你在物质上能给她多大满足，知道吗？那她在乎什么？安全感。每个女人都需要安全感。你要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她是安心的，不会担惊受怕。跟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吧，崔英俊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极大地破坏了 Stella 的安全感。崔英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你的出现，让 Stella 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让她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。更重要的，是让她的离婚官司变得很难打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？是的，所以如果你帮不了她，至少现在不要再给她添更多的麻烦。如果你真的心疼她，听我的，这段时间不要再来找 Stella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 SOHO， 民事公关不是在那儿办公吗？对，就是民事公关。崔英俊怎么会跟民事公关的人搞在一起？现在看来情况就是这样。崔英俊很不简单，非常会选公关团队，而且他知道谁是你的老对手。有点意思啊。你要清楚啊，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跟一个公司打仗，这个费用是不是该给我加点了？那个 IP 地址真的是叶东烈查出来的？是的，他确实是个电脑天才，但是他和别的 IT 男不同的是，他对爱情一往情深。一往情深，我怕的就是一往情深。这孩子倔得很，我真怕他再来公司堵我。放心吧，应该不会了。司明俊交了个小年轻，他就是个欲壑难填的人。别看他平时高贵圣洁的，其实欲望心可强了。他好意思说他老公包养小三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犯哪。在这儿，我跟你们爆个料：司明俊交往小年轻，而且是个大4没毕业的大学生。我可不是信口开河，我是有证据的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叶东烈啊，你报号码删了吗？有事吗？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，你有空吗？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那这样，我一会儿发一封邮件给你，希望你看一下。知道了。亲爱的 Stella，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封邮件会有什么反应。有些话，其实我应该当面跟你说的，那样显得更有诚意。但可惜我这人嘴太笨了。这封邮件的标题，我本来打算起名叫做《关于我们的5年计划》，但那样好像太自以为是了。毕竟我还没有正式跟你表白过。我都仔细想过了。我现在的年薪连奖金
第1年有26万左右，下个月开始正式租房，每个月2000块。另外，我会再接一些编程的兼职，争取到第3年可以支付首付，买一套小房子。怎么了 ，Stella， 文森特来了，他在会议室等您。我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 ，Vincent， 让你久等。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让你不高兴，但是没办法，这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推进第2的 IPO， 希望你能理解。都是为了工作，请讲。我们对第2所有的合伙人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经过仔细考量，我们认为，你 Stella 目前会成为第2 IPO 的最主要的不合协议。你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我们第1资本和第2合作的最大障碍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很清楚，你的个人问题已经成为上海公关圈的热门话题了。真的，我很不理解 ，Stella， 上海公关圈知名的女神，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Vincent， 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那些都是谣言和诽谤，那些都是崔英俊为了在离婚官司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恶意中伤我。你也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是谣言还是事实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，这些谣言可能对第2产生的影响。我要保证的是，第1资本对第2投资的万无一失。所以说白了，第1资本和第2能否合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个人问题的解决速度。给你2个建议，要么尽快的解决你的个人问题，要么减持或者转让你在第2的股份，削弱你对第2的影响。我计划你看了吧？你放心，努力我能实现的。我对你的什么计划毫无兴趣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的离婚官司本来是稳操胜券的，因为你，因为那些该死的照片，我被崔英俊威胁，不得不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分1半给他。我现在的生活是一团糟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议论我？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？什么5年计划，1年20万的？照这样下去，一旦法院判我有错，别说20万了，200万、1000万都打不住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联系我，叫我求求你好吗？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照顾你父亲身上吧。2位的果盘，请慢用。哎，等会儿，这车厘子也太少了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有规定的，中型的果盘是10颗车厘子，您可以数一下。数不够了，再换一份。先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没事。请慢用。崔英俊，不用那么心浮气躁。我躁吗？服务员，
再给我上一份山竹，让我败败火啊！来，我们说正事儿。这是我们重新拟定的离婚协议书，你看看，如果没有异议，就在上面签字。还得是何大律师，这办事效率就是高。300万。何大律师，你上次态度不是挺强硬的吗？说什么多1分钱我都拿不到，这什么情况？良心发现，这是我们的底线了，希望你见好就收。我懂了。司明镜他急了，你还记得你上次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司明镜他不怕丢脸，我怕失业。现在我失业了，可是他没丢脸，这事我得给他办完呢。你还能不能好好谈？300万你就想把我打发了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哎呀，何大律师，我记得司明镜名下的财产我都已经帮你捋过了吧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1半是我的就行了。300万你也有脸张嘴？我告诉你，你后面加一个0，我都不一定能答应。我也跟你说了，不管斯黛拉名下有多少财产，那都是他自己挣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你是过错方，就算打起官司来，你也占不到半毛钱便宜，到时候连300万你也拿不到。那就打官司吧。现在形势正向着对我方有利局面发展，我无所谓。我现在已经失业了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别说是半年、1年、2年、10年，我也跟你耗得起。崔英俊，好歹你跟斯黛拉也是夫妻一场，没感情了也千万别做仇人，人要有感恩之心。你也好好想想，要不是因为斯黛拉，你这个经理的位置能坐得这么稳当吗？我已经被开了。要不是因为斯黛拉，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？这不马上离婚了吗 ？OK， 你可以不用感激他，但是你不应该背叛他呀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还有一点人性的话，就在上面签字儿。300万不少了。太感动了，何大律师，你也别在这儿跟我打感情牌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人啊？我现在就是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。我都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你们不就是想速战速决吗？你们打闪电战，那我就打持久战。这么说是没得谈了。你回去啊，告诉那娘们儿，这官司我奉陪到底。谁干的？欺负谁呢？炸我车算什么？有本事炸我呀！谁？到底是谁？我。小奶狗，你扎的是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叫叶东烈，今年24岁，目前居住在华亭大学西区8号楼，就职于 Oropt 公司。我今天来找崔英俊，
纯属个人原因，没有受到任何人指使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哎，等会儿，你逼我这个萝卜那个萝卜的，我就问你想干嘛？120吗？我现在在马当路地下停车场，这有人受了重伤，请你们马上派一个救护车过来，谢谢。你是来碰瓷儿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止你在这录着呢，这么多摄像头都在录着呢。你不要在你的视频上做什么手脚。想打我是吧？来，往这儿打！今天谁不打谁是孙子！来！哎呀，你来真的！哎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呀！记住了，我叫叶东烈，以后见你一次拍你一次。110吗？我叫叶东烈，我打了人了，我现在要自首。司明镜和你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那你为什么打崔英俊呢？我看他不顺眼，就打他了。都过一晚上了，你还不老实交代？崔英俊可都说了，你打他就是因为司明镜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跟司明镜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打崔英俊是我的个人行为，你们想怎么处理我都接受。这个叶东烈还真的是个愣头青，我干警察这么多年了，还第一次看到这样。打人之前先帮人叫救护车，还报警自首，带回去以后啊，好好管教管教。我觉得呀，他心理有问题，你实在不行就帮他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刘警官。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教育他，好好管管。你怎么来了？受人之托。Stella 吗？她在哪儿？就在外面。你跟她说这事儿跟她没关系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，你们不用管我，真的。你说跟他没关系就没关系了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崔英俊一口咬定是 Stella 让你干的这件事儿，会是什么后果？你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他敢，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老刘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许再说话了，我过去跟他聊两句，别再添乱了，好吗？哎呀，伤这么严重啊！缝都缝针，你说呢？你说说，摊上了这么个人，我刚才说他半天还不听劝，还在那发狠。发狠？他还发狠是吗？我脑袋都开瓢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他是不是精神病？哎，我也这么觉得，真的。我一会儿就带他去精神病去查一查去。但是吧，这精神病患者打人，他不追究法律责任呢。崔英俊的伤也未构成轻微伤，所以他决定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，也不起诉你了。在这儿，
签个字儿，然后该道歉道歉，该赔偿赔偿。这事儿啊，就算结束了。叶东烈，你以后不许再打人了。两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异议。人交给你了，我就功成身退了。谢谢你啊，魏诊。不客气。你们好好聊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还好吗？我送你回学校吧。你说的，咱俩最好还是保持点距离。还有，我不想回学校，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，我坐地铁就行。一会儿就要开庭了，开庭之前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。叶东烈打崔英俊是不是你指使的？不是。那你知道这事儿吗？我知道。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是你的律师，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一旦上了法庭，对方声称这事跟你有关系，或者你指使的，万一他们有证据，我拿什么解释？对不起，宏伟，我不想把叶东烈扯进来。离婚这件事情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，浪费我太多精力了。待会儿在法庭上，无论崔英俊提出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答应，我都让步。死呆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别说话。到底来啦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们当然得来。我们来陪着你，我们来给你助威。Stella， 我们可都是你的娘家人，这个时候必须要在你身边支持你。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，女人这辈子谁没遇到过一两个渣男呀？张律师，要不这官司你还是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啊？何律师，我的当事人跟我说，要求撤诉，庭外和解，你们看可以吗？行，那稍后我们对一下细节啊。怎么了？崔英俊的律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崔英俊同意我们之间的要求，愿意庭外和解。